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计划周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概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三表示，因为确诊新冠，布林肯将在家工作，相关演说则被无限期推迟。Secretary Blinken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The good news is that he is fully vaccinated, he is boosted, he is experiencing only mild symptoms.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上任1年多以来，拜登政府因缺乏与中国打交道的正式战略而在美国备受批评。今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首份印太战略报告，誓言将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但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认为，这份报告只是重复前几届政府的陈词滥调，仍未阐明连贯的对华战略。观察指，拜登政府核心成员过去1年多曾在多个场合公开发表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及论述，拜登对华政策轮廓已然相当清晰。其中，布林肯在去年3月初发表上任后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说中，形容中国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还抛出，美国将与中国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要从优势地位来跟中国接触。美国《华尔街日报》周四发表文章，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将确认中国为美国主要对手。文章称，当全球焦点主要集中在俄乌冲突上时，拜登政府准备再次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眼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文章还提到，据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外交政策专家称，这次演讲阐述的策略与美国白宫过去1年的表述可能没有不同，即与盟国合作、与中国对抗和竞争，同时建立护栏，防止竞争变成彻底的敌对。在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就表示，我们祝愿布林肯国务卿早日康复，我们对尚未发表的演讲不予置评。赵立坚强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历史和现实均表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十字路口，我们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有关积极表态落到实处，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沟通，管控分歧，聚焦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外界注意到，布林肯发表演说的时间点也值得解读。拜登本月中下旬外交工作重心将转移至亚太，12号至13号将在华盛顿与东盟10国领袖举行特别峰会，之后出访日韩，这是他上任后首次亚洲行。拜登届时还将在东京出席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会议。外界预期，布林肯的演讲可能寻求为拜登出访东亚造势，行前营造团结盟友、打压中国的氛围。此次布林肯临时宣布新冠阳性而推迟对华政策演讲一事，也让外界有所联想。因为就在上个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宣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而临时取消了其窜访台湾地区的行程。当时岛内议论纷纷，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就称佩洛西是战略阳性，因为北京方面的反应比美国预期强烈的太多，所以佩洛西以新冠阳性做借口取消了访问行程。我觉得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实际上处在一个极其纠结的这样一个矛盾期一方面呢，美国打压中国，不因这个俄乌冲突而延缓对中国的遏制；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实际上这个美国国内对于对华的这种压制的频率和强度，实际上是存在了巨大的分歧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确认感染新冠，直接导致其预定今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的涉华政策演说延期。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布林肯他显然是非常看重这场政策演说，可以说呢是蓄势已久。他上周在国会听证时就已经专门提前做了预报。那么由国务卿、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或者是防长这些个级别的外交或者是防务高官，在大学或者是智库
发表聚焦特定国家的外交防务政策演说，这呢实际上已经是华盛顿权力运行的潜规则之一。那么拜登前任特朗普鼓吹对华全面竞争，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他也曾经走上前台，在威尔逊智库发表火药味十足的涉华政策演说。他声言美对华展开包括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竞争。那么至于布林肯的前任最烂国务卿蓬佩奥，他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政策演说呢，更是被炒作成所谓拉开对华新冷战大幕的新铁幕演说，可谓是臭名昭著。所以在我看来，布林肯新冠检测阳性是一连串的事件。昨天美国国务院记者会就因此推迟了一段时间。发言人普莱斯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布林肯的这场演说的计划。那么普莱斯披露，布林肯已经全程接种新冠疫苗，而且呢打了加强针，他的症状表现相对轻微。而且呢，拜登身边人包括一众的高官，诸如防长奥斯汀、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等等，他们呢都曾经感染新冠，也都是在自我隔离4到5天之后就返工了。所以布林肯的这场涉华政策演说呢，大概率是推后而不是取消。那么普莱斯昨天也向记者确认，要尽快找到替代演说的日期。